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吃呱呱，很香的呱呱。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 KVK 的 drama 呱了，尤其是外交的，因为外交的群聊一般都是比较隐蔽一点的，就是不能公开出去。如果哪一方他们把他们外交里面的内容公开出去，在讨论区的话，那个王国就要受到严厉的斥责了。那今天我拿到这个影片的来源，就是在 Flash 的 DC 频道那边，有人把这个录屏放上去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了。那我在讲这个影片之前呢，你们可以注意看到它这边里面所写的内容全部都是俄罗斯文嘛，也就是说很大可能是俄罗斯父子那一边的人把对话给传出来了。如果私下他们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那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左下角这里有写到 King 3308，也就是说这个录屏呢是3308的国王自己录下来了之后，然后分享去其他的地方，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突然之间被人家公开出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外交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一开始606这边就放了数据给大家看，那3308这边就说到上打下其实会比较平衡一点，那他没有讲是根据什么来推测了，但是可以看到一开始他就已经说了他的立场就是想要上打下。那这边606的说法好像是符合3308的想法，就是他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想的，就是上打下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了2359他就放出了他们王国里面的击杀截图，并且就有说到他们这边呢有人他们就请假了没有参与，所以他这个实际的数据可能跟他这个列表做出来的数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这边就讲其实他们是 20.2 还有 3.4 billion。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606所做的数据呢，这里其实是写 3.5， 然后另外一个这里就写26，就是他们的战力其实是跟2359这边给出来的数据是相差挺远的。有玩家确保其他的王国也是有在这个群聊，还有包括2359、3303、1365全部都在里面，他们全部都来报道。这里1606再次确认是不是上打下3308这边就是说到，如果是看实际的击杀数或者是纸面上的数据的话，上打下都比较合适。那这个玩家不懂是来自哪里的，他没有写他自己王国的名字啦，他就有说到这个地图其实就只有两个选择，上打下或者是左打右。因为我在上一个影片就说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交叉合作的话，就会变成其中一方的阵营他们的人数会比较多一点。可是他觉得这4个阵营的实力其实比较平均一点，不管是哪一种选择结果都应该不错。这时候365就出来说话了，他就想讲，首先他觉得这一场 KVK 应该会很精彩，也是很刺激，所以希望大家都享受其中，并且最大的努力参与。至于他们阵营可能跟1606一样有4个王国，但是他不认为王国的数量代表一个阵营真正的实力，所以也就是说这边1365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装弱，哎呀我们365其实很小不了啦，你不要看我们有4个王国啦，其实那3个王国都是配件来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啦。那这个时候3308就问2359的立场是什么东西，但是1365他们又出来讲了，他们不能忽视盟友，但是大家都能看到要对他们抱有很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至少在他们的阵营是这样，不管是选择哪一种方案看起来都是比较平衡的，但是他们比较倾向于左打右的方案。所以这边我们是可以很明确的知道3308他们想要上打下，然后365是想要左打右。1606他们在前面的对话也是觉得上打下会比较合理一点。那么3308的代表又出来说话了，他还是认为说上打下会比较合理一点，其实他这个对话跟上面的是差不多的。这时候606再次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也是比较倾向于上打下，他觉得2359和1365在关卡是开放的时候对战会比较有看点，他们和3308也是如此，而且从战力还有击杀来做比较的话，整体平衡性也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叫帕利这个玩家是来自2359的，他就说他的立场是觉得2359也是比较倾向于左打右，他们也是觉得这一场 KVK 看起来比较平衡的，所以就是说1606跟3308是想要上打下，2359跟1365
五都是想要左打右，这个情况就比较难解决了，因为在这个地图中就只有4个阵营，你要怎么样去决定这一场 KVK 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了，这个是最烦的地方。那说实话，其实到了这一步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谈的时候，最好的说法就是看那个数据，不然就是投票取消这一次的 KVK 报名。但是我今天出到这个影片呢，当然是没有这么好和解的啦，我们继续看下去。那1606讲了上面他认为比较刺激的点在哪里之后，这里接着他又在讲，他觉得365跟2359是这个地图上最强的2个阵营，而且他还认为说365是这一次 KVK 里面决定 KVK 胜负的关键，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强了。我在上一个影片也是跟你们讲过嘛，他的整体数据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碾压其他的阵营的，所以我是认可他所说的话。同时间他还有表示说，觉得365的其他的配件就是一个 A 王国跟2个 B 王国呢，其实不会影响太大了，因为决定胜负呢其实还在于他们先锋王国之间，看谁的实力会比较强一点。但是这个时候365就来了一个逆天发言，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他这里就有说到，如果你们有看以前 KVK 的历史的话，就知道火跟风阵营是最强的，水阵营是在这个地图里面最弱的阵营，就是他不看数据，不跟你讲他们王国战力怎么样，击杀怎么样，他只是跟你分析说这个英雄战歌的地图水阵营一直以来都是最弱的但是在我个人的立场，其实我是认可他所说的话，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水阵营最弱的。但是他这边其实没有明确的说出就是1365是最弱的，那中间有一个3308的对话穿插啦，但是我们先看一下1365这边讲了什么东西。他就讲莉莉丝提供了最近 KVK 击杀的表现，他们王国是最低的，可以看到1365他们是有427 billion 的击杀，1606有547 billion 的击杀，3308 776 billion 的击杀，2359有795 billion 的击杀。所以他就根据他自己的数据就说到，一般他们 KVK 是怎样组成的呢？就是拿数据最好的那个王国跟一个最弱的王国组成一个联盟。所以他这边的说法就是想要2359跟365合作，因为365是最低的他的分数，然后2359是最高的，1606跟3308是在中间值，所以他认为跟2359结盟是合理的。这个数据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去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在上面这个对话3308他就有说到他们要根据 Q point 来做分析，应该要怎样去结盟，但是他这边的击杀呢是总击杀啦，就是讲不是最近的击杀。这个时候3308就出来反驳了，他就说最近 KVK 的表现和击杀的收益没有可比性，因为大家参加的 KVK 不同，也有可能会遇到不同强度的敌人啊。就比方说，假设你上一场 KVK 你遇到1093跟2489，那你在上一场 KVK 你打到的数据肯定是会比较多嘛。那假设说你上一场 KVK 就是刚好遇到一些王国 recovery KVK， 就是讲没有什么打架的话，那你的数据不是会比较低一点吗？那他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错的。而且这个时候1606也是跑出来认可3308的说法，因为他们在上一场 KVK 就是1v3的 KVK， 在那一场不正常的 KVK 之中，他们能够拿到的击杀其实会比正常的情况下还要少很多。可是这个时候3308的 Matt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好像是吃了炸药一样，他就讲要么就是上打下，否则我们就在这场 KVK free for all， 他是直接丢出了这样子的发言。接着365的国王 Seth 就跑出来了，他就说到现在他们做的那些数据呢都是总击杀数据嘛，那总击杀数据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有些账号可能比较新，可能账号比较旧的话都是会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也是认可这个部分的说法，毕竟365他一个这么老的王国了嘛，他的击杀肯定是会比起一些新的王国还要来的更多，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OK 的。然后2359也是接着说，单纯的用击杀数来做衡量是不准确的，老玩家有更高的击杀，就像我刚刚讲的，然后战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他们不能忽略掉这一点。而且他们自己的 KP 数据也是不准确，因为之前莉莉丝搞砸了之后，他们流失了一些玩家。但是3308这边就说到，不管是从击杀或者是战力来看的话，上打下也是比起左右还要更加平衡。365还是要强调他那一点，就是讲单次 KVK 的数据可以表现一个玩家在 KVK 中的表现能力，而总击杀数据是不能的，就这么简单。而359这边还说到，如果他们只是对比先锋王国的数据而已，而不在乎其他王国的数据，那就更加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606就有说到，以
目前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地图上最弱的那一个。他们联盟里面只有130位玩家，甚至他们连联盟里面的人数都没有凑满。这个也是我在上一个影片有跟大家比较的。这4个先锋王国里面606的人确实是会比较少一点，但是这个只是计算王国而已啦。整个阵营的话，就不见得他们是人数最少的了。但是这个时候365又出来反驳他了。如果是根据莉莉丝他们的匹配标准来讲的话，1606可不是最弱的，并且还说到 KVK 机制其实在前几个月就已经改掉了。那他说到这一次匹配的考虑呢，就有考虑到账号的发展、关于装备、军器、觉醒的统帅、城市皮肤、玩家近期的活跃度、最高战力、玩家的 KVK 水晶科技、KVK 的表现、击杀收益等等。但是这边3308就表示说他们是强烈的不同意莉莉丝有所谓什么 KVK 的匹配标准这样子的东西，还说到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KVK 的匹配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因为变动太大了，所以他们要考虑实时的数目。那这个时候365就跟3308讲啊，我知道你很沮丧，但是你有权利你去弄清楚这个游戏到底改了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2359就出来说话了，这个玩家应该是刚刚加入这个群聊，或者是他还刚刚看到信息，他这边就感觉有一点点生气啊，他就讲到3308这个对话是认真的吗？就有讲到要么就是上打下，不然这一场 KVK 就是 free for all 这一句话在前面有讲过。他这边就解释到，因为当初他们这4个先锋王国是同意一起报名的，那现在你就讲到哦，如果不跟着我的方式来打的话，你就想要大乱斗。这是一场先锋的 KVK， 在我们报名的时候都知道，任何一个盟友跟你组队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要在这边表态一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一点点的火药味了。那这里可以看到3308有2个人出来对话。首先第一个就讲到他们现在应该要找到底哪一个王国才是最弱的，因为1365跟606都讲他们是自己最弱的。然后这边3308还是在强调说他现在有一个完美平衡的 KVK 方案，就是上打下，但是365跟2359更想要左打右，因为这样子对他们更加有利。而且之前3308跟606在之前的 KVK 有一些过节，所以双方其实都不太想要跟对方合作。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说3308这边算是有私心呢？可能也是会觉得说不管数据怎么样，他都不想要跟606结盟这样子的意思。当然我也是觉得上打下左打右都可以啦，没有讲一定要跟谁合作。接着他下面又有说到，既然你们都知道3308跟606之间有矛盾，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他们左打右呢？反正这一场 KVK 都是平衡的 KVK 嘛，而且他们不只是互相有矛盾，在数据上面他们也是这4个先锋王国里面击杀算是比较弱的，而且也是要考虑到他们有30位玩家刚打完一场经历了9天的黄庭之战，就是讲2377的玩家啦，大约是1个月或者是1个月半之前的事情，所以他们近期的击杀积分其实有被严重的高估了。但是这边365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是讲火阵营是最强的，风阵营是第2强，土阵营是第3强，最弱的就是水阵营，就要求3308不要只是看 Q point 而已，如果考虑所有的因素，左打右才是更加平衡的，因为你赢 KVK 不只是靠击杀，也要顾虑到战力的问题。2359也是支持1365的说法，因为他就讲到我们这些先锋王国，哎呀，来来去去都是一样的敌人，一样的对手或者是盟友，所以之间有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可能永远不合作嘛。可是这个时候3308还是不同意1365的说法，他就讲到，哎呀，兵力只能在野战上面体现出来而已，对于实际情况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讲的，其实俄罗斯父子他们兵力这么多，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填兵嘛，其实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当然他这边讲的另外一个兵的数量呢，也是讲到就是玩家的人数，而不是说兵力的问题。但我也是觉得说玩家人数多的话，其实也是有好处，就是你在野战上面人海压制，或者是你去烧其他机制的时候，就可以分成2-3队人声东击西这样子进攻，其实也会比较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考虑在内的事情啦，所以其实我是认同365他的计算方式，就是讲不要只是看击杀而已啊，全部都要计算。但是他一直讲他自己是最弱，这个就不行了。606这边也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就讲他们多数的玩家都不想要跟3308合作，所以他还是要坚持上打下，也觉得会比较平衡一点。3308也是再次强调他们还是有30多位玩家是刚打完9天的黄庭，再加上606上一场 KVK 其实都是在打 A 王国中田而已。但是365就说到，你们恢复的速度比别人还要更快，因为他们比较多客
金玩家嘛。而且3308这边是坚决否认水阵营是这个地图里面最弱的。第一点，606和3308刚打完一场，直到 KVK 最后一天才结束的 KVK。第二，1365跟2359休息的时间都比他们更长。其实我自己都有点忘记他们是什么时候结束 KVK， 我回去看一下我自己的记录。根据我直播的记录来看，可以看到在3个月之前比较早一点的时间，365他们是打黄庭了，但是在3个月前这个时间，606才刚开放关卡，其实就讲他们其实休息的时间会比365还要短一点点啦，所以他第二个观点也是正确的。最后3308从2377那边招募了大量的新移民玩家，他们也是在黄庭那边战斗了9天，而你们休息的时间已经超过1个月了，告诉我你们凭什么讲自己是最弱的？单凭阵营的位置，抱歉，我觉得这个话说不通。他也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场 KVK 不是看实际的击杀，而是去讲我的阵营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就是最弱的。365又跳出来讲了，我反驳你反驳我的观点。他这里也是写出了2个观点。第一，365和2359连续不停的战斗了24天，而不是1打3。那确实他们上一次的 KVK 奥尔良之围打的时间是比较长比较久一点啦，毕竟这个地图的设计就是从关卡4开放之后就要一直战斗到黄庭结束为止。第二点，606和3308结束上一场 KVK 的时间只是比365还有2489还要晚了1个星期而已。至于谁是最弱的阵营，你们可以去查看近期任何一场 KVK 的表现就能得出判断了。这个时候3308就说到，其实他们有2个王国就因为恩怨而不想要被分配在一起，既然大家都同意上下左右这2个方案数值都是平衡的，那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3308和1606不结盟这一点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365这边就在那边冷嘲热讽了啊。那如果他们讲他们也不想要和某一个王国结盟，因为他们威胁其他的王国说要 free for all， 那这样在你眼里这个算公平吗？606回复到，既然都说这场 KVK 不管是怎样合作都是公平的，那为什么就不能选择大家都能同意的一个方案呢？365的国王 Seth 就出来说了，606真的不能跟3308合作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决定完全是偏离了平衡的问题，就是单纯的喜欢怎样就怎样，而且休息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他们报名参加 KVK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判断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去打架了吗？这些毫无意义的对话一直在那边拉扯，看来双方都没有能够被说服的空间，也没有其他王国想要让步。然后下面的对话其实是差不多，就跟上面讲的东西内容重复啦，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但是365他们一直抓着3308刚刚所说的对话来冷嘲热讽，就是讲3308要威胁其他3个先锋王国说要大乱斗，就是 free for all 的事情。难道这些说法就是外交应该要有的说辞吗？他会这样子讲，就是因为如果双方都没有共识的话，他们就只能选择 free for all。现在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不想要，如果双方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吧，也没有什么话好讲的。那这里365似乎是想要打破这样子的僵局，他就讲到，那反正说1606跟1365都想要跟2359合作，对不对？那就让2359来选择他们究竟要跟谁合作，因为他们现在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了，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用这个方法。但是在之前的对话之中，其实2359是有讲到他们比较偏向于左打右啦，但是他觉得这场 KVK 是比较平衡，所以怎样合作其实都可以。365这边明确的询问3308是不是想要由2359来决定他们到底要跟谁合作，但是3308不同意，反正他们是肯定不会跟606合作的。反正这一段话的火药味很足很足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我才播到36秒而已，后面还没有播完。同时间365也是有询问606愿不愿意让2359来选择他们自己的盟友，但是这边的对话就是完全一团糟，就是有很多不同王国的玩家在发表自己的言论啊，反正很乱啊。那么最后2359终于出来讲话了，在这边他说这边的对话已经变得相当激烈，但是现在欧洲时间其实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建议大家先回到自己的王国讨论一下，他们5到6个小时之后再继续这边的对话，因为他觉得这是一场很难得比较平衡的一场 KVK， 他不希望毁掉这一场 KVK 的匹配结果，希望大家冷静和自己的玩家聊一聊，等头脑清醒再回来。但是3308依旧强硬说他只同意上打下的方案，拒绝所有其他的选项。你也太霸道了吧。同时间这边606也是回复了之前1365问他们的问题，是不是想要让2359来选
选择盟友。但是这里606回复到，虽然他自己也是有讲过左打右上打下都可以，但是他们更倾向于上打下，而且3308除了上打下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案。如果2359坚持要跟365合作的话，他也不知道要怎样谈下去了。3308的态度还是很强硬，就一直讲到我都已经表态了，讲我要怎样，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接受呢？然后下面的对话就是讲他们要去休息了，明天再谈。所以今天我这个影片呢也是先讲到这里啦。如果你们想要看继续的对话，就是想要知道他们讲什么东西，有兴趣的话，我再做下一集吧，因为今天这个影片有点长了。但是这个瓜确实是好瓜，因为我们很少可以看到外交群里面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尤其是这种是火药味十足的我更喜欢看。至于我个人的立场呢，就是在影片之中我就已经有讲到，虽然365的计算方式我是认同的，但是讲自己太弱这个不认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3308的态度是真的太过于强硬了，但是如果是以他们的观点来说的话，他的态度强硬也是他自己有的权利啦，因为你没有理由就是别人讲什么东西你就去接受嘛，但是态度方面稍微改一下应该会比较好一点。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一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